他是一个中国人，但却让整个泰国闻之色变。对于他的恨无法言表，以至于在死后的60多年中，此人的尸体被放在博物馆里供人唾弃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后还要被罚站。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，泰国人都称他为细尾。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变态杀童食人魔。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50年代，泰国本地发生了多起幼童谋杀案，这些遇难者的死法都很相似，开膛破肚的同时心脏被挖走。细尾承认他杀害了这些孩童，并且取走他们的器官，还说自己最爱吃的便是心脏。那他一个中国人，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成为整个泰国谈之色变的人呢？这是由泰国民间传说改编的故事，今天莫言就用3集视频为大家一一讲解。细尾的原名叫做黄立辉，祖籍是我国的广东地区。在那个军阀混战、满目疮痍的时代，黄立辉和众多底层老百姓一样，过着万般努力却依旧没有任何改变的生活。战争爆发之后，他和很多人一样准备出国逃难。几经周折来到入境大厅后，审核的官员根本听不懂黄立辉的中文，只能模糊地听到立辉，所以干脆将其登记成了细尾，并且穷困的他由于没有钱财交付过关的费用，所带的衣服被褥只能被强行扣留，还被当地官员以避免传染病的名义剃了光头。粗暴的手法加上锋利的刀具，可即便被割破了也不敢吭声，因为在泰国官员的眼中，像黄立辉这种逃难的难民根本称不上人。随后他被丢入到了一间小黑屋里，里面挤满了许多同样来到泰国避难的中国人。不过几个小时后，这些人陆陆续续都被亲朋好友接走了，黄立辉则是最后一个。他的亲叔叔直到第2天的夜里才赶来，在缴纳了过关费以及签署了担保协议后将他领走。初次来到泰国的黄立辉看什么都是新鲜的，原来根本不知道任何神佛的他，在空闲的时候居然也会来到寺庙参拜。因为和众多离开祖国的人一样，他们都想极力摆脱原来的影子，想活成另外一副模样。但底层人的生活永远不会绚烂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黄立辉的生活是红色的，是血的颜色。叔叔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，是去到屠宰场中负责杀鸡。虽然黄立辉一再强调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但老板根本不在乎这些，一直称其为细尾。难民身份的黄立辉根本无人在意他的想法。到了晚餐时间，饥饿一天的黄立辉冲上了餐桌，可老板娘却更加不把他当人看，拍打着筷子警告黄立辉，菜不是你能吃的，你只能吃白饭。是的，虽然几人同桌，但并不是同类。不过黄立辉相比于在战争中死去的同胞，亦或是坐船逃难被抛下海的难民都要幸运，最起码现在有了容身之所。但也仅仅只能容身了。寄人篱下，备受欺凌，委曲求全，这些每天都充斥在他生活当中。睡觉时会有老板的孩子故意吵醒他，换衣服却发现上面沾满了鲜血，工作时还会有小孩拿东西砸他。黄立辉只能吓唬他们，可被老板娘看到后就免不了一顿暴打。当他苏醒时已然到了夕阳西下之时，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黄立辉终于忍受不了了。他趁着老板一家出门游玩，悄悄地偷了一些钱准备逃出去。没有目的地，越远越好。殊不知他只是从一个地狱前往了另外一个地狱。